看到飞云平慵懒睡姿迷晕两脚兽，才明白温柔至极的萌妹有多治愈人心。呀，又要敬礼了，又要敬礼了，好甜呐！从未见过哪只小熊连睡颜都这么好看，宝贝进入梦乡还乖乖敬礼，奶乎乎的样子，谁敢相信飞云马上14岁了？大美云拥有圆圆的小脑瓜，长长的睫毛，纯真无邪眼神，简直就是这小妞魅惑姨姨们的一大法宝。飞云像是知道自己拥有盛世美颜，总喜欢撒娇讨姨姨们开心，谁能不被趴在抱枕上发呆的萌妹治愈？但猫粉们都是始于颜值，限于飞云这位乖宝宝的懂事性格，正在取食的他不慌不忙摆弄着漏食器，即便不小心被砸到鼻头，情绪稳定的他也不会生气，反而比之前还要小心翼翼一些，生怕自己力气太大弄坏奶妈准备的丰容。当大美云正准备大口干饭时，哪曾想竹笋集体出逃，纷纷滚到地上。换做脾气大的某些熊早就发火，可优雅美女却耐心的一个接一个捡回来，甚至还恨不得将竹笋依次排好。这天飞云心情不好，有些低沉，然而上一秒还在低头默默打嗝的他，下一秒又抱着蘑菇抱枕玩。宝贝一点没将之前的烦恼放在心上，要知道滚滚们拆起家来一个比一个疯狂，可飞云却是一股清流，谁家小熊咬碎纸这么优雅？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妞正在雕花呢。相比不听话的隔壁邻居金虎和妙音，懂事的飞云一向是正面教材。奶爸奶妈每次给乖宝宝投喂，都要拉踩一下调皮捣蛋的两个小家伙。飞云吃药是没有问题。对，云快乐。当奶妈在小卖部的窗口投喂宝贝时，即便飞云馋得不行，用嘴接食物时也会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的牙齿一不小心咬伤到奶妈。如此细腻体贴的萌妹，谁能不爱呢？飞云在奶妈面前永远都是有求必应，对方一开口摸个小鼻子吧，宝贝就立马将鼻头凑过来贴贴。飞云在粉丝面前也是同样的温顺，当他听到一对远道而来的母子来看自己时，有妈妈说那个飞云飞过来去看他的，知道吗？宝贝逐渐走到玻璃窗口，还摆出一系列的呆萌动作让对方开心。果然萌妹从不会冷落喜欢自己的游客，只要大美云看到两脚兽举起相机，即便自己在干饭，也要专门停下来配合对方拍美照。难怪都说美貌是飞云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如此乖巧懂事的萌妹谁能不心动呢？看到奶爸不顾危险照顾正在喂奶的新雅，才明白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的爱有多深。眼前怀抱着幼崽的熊猫就是新雅，初为人母的她还没学会喂奶，听到熊猫宝宝被饿得嗷嗷直叫，奶爸心疼万分，他不顾危险将手伸向新雅怀里的幼崽，辅助宝贝喂奶。要知道成年大熊猫的攻击性极强，尤其是刚生完幼崽的宝妈。或许是因为奶爸这段时间的细心照顾，新雅没发生任何的攻击行为，甚至还将自己的孩子放心交给对方。宝贝看到奶爸一直在伸长手臂帮自己，一向懂事的新雅为感谢对方，还温柔地舔舐奶爸的手背。这一刻让人看到了熊猫和饲养员的双向奔赴。熊猫不会说话，但新雅却一遍又一遍地舔奶爸，这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然而宝贝再一次抬头看向奶爸，小眼神中充满感激和幸福。得到安全感的新雅直接趴在对方的手臂上，此时的她像极了要糖吃的小孩子。奶爸感受到闺女的靠近后欣喜万分，还自然地摸一下对方的脑瓜，仿佛在安慰产后有些抑郁的新雅。不要担心，有爸爸在呢。有了奶爸的帮助，新雅也逐渐掌握带娃喂奶的本领。奶爸将宝贝的手放在幼崽身上，本想离开，却看到新雅依依不舍的小眼神，一人一熊就这样深情对望着，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彼此之间的爱意。不过将坐月子期间的新雅宠上天的可不只是辅助她喂奶的奶爸，奶妈也将宝贝当成自己的孩子。由于熊猫幼崽要经常被带走做检查，母性极强的新雅每次和孩子分开都很抗拒，看到奶妈到来的她紧紧护着，还用手臂阻挡想要带走孩子的饲养员。好在新雅对奶妈有着充分的信任，经过劝说后没一会就放心交出熊猫宝宝。然而原本还很平静的新雅看到孩子和奶妈双双离开后瞬间难过，直接躺在地上大叫，试图用这种方式看到自己的宝贝。奶妈见状还没来得及将幼崽带走，就连忙折返回来，想方设法安慰伤心的新雅，还温柔抚摸着宝贝的脑瓜，告诉对方你第一次生产暂时不能带娃。不知新雅是感受到奶妈的浓浓爱意，还是想起无法见面的孩子，宝贝的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奶妈只好温柔细语安抚对方的情绪。即便新雅当上妈妈后，也永远是她眼中需要被呵护的小孩子。国内饲养员对熊猫真的很用心，也许新雅和奶爸奶妈都没有任何流量，可他们的感情却是天下第一好。看到莽小五抱住妈妈乖巧贴贴，才明白这对母子的感情是天下第一好。不知调皮捣蛋的小五干了什么坏事，竟惹得莽仔坐木架上生闷气。宝贝看到老妈气鼓鼓的样子后立马安慰，还将下巴放在对方的脑瓜上撒娇。虽然母子俩经常打架闹掰，可他们的感情却永远是毋庸置疑。要知道莽小五可是大孝子，母亲节那天这小子为感谢自己的老妈，还化身蜘蛛侠特意去关上门替母亲上班的他，只为莽仔多休息一会。
即便小五经常被妈妈教育，可他一看到对方还是会主动拥抱。正趴在木架上在睡觉的芒仔，直接被一个劲撒娇贴贴的好蛋儿吵醒。当小家伙看到妈妈抱着竹子大快朵颐时，一向懂事的他体谅对方的辛苦，居然抢过来竹子投喂老妈。芒仔都被孩子往自己嘴里塞饭的操作整懵了。芒仔作为一枚母性极强的熊猫，表面上是教导小屋生存技能的虎妈，实际比谁都喜欢自己的宝贝儿子。这天芒仔上午没出外场，饲养员本想让闺女休息一下暂停带娃，哪曾想看不到孩子的他焦急万分。中午一出门连饭都来不及吃，就抱着芒小五亲亲抱抱释放爱意。同样小五被外公带去检查身体，在外场芒仔听到宝贝的叫声后急得不行，急得竹子都不吃了去守大门，还趴在铁丝网上朝着内舍四处张望。这浓浓的母爱真的让人感动。当小五躺掉床上玩耍打滚时，芒仔也要化身丁丁怪，满脸微笑望着对方，这爱意都要溢出屏幕了。难怪都说莽妞妞是个细腻温柔的妈妈。一向调皮的芒小五才刚学会爬树，就已经背着妈妈偷偷行动。芒仔看着儿子独自一熊在树上担心不已，直接爬树准备去上面接孩子。但他看到小家伙没有危险后，却趁着对方不注意的时候又默默下来，不打扰芒小五登高望远的天性。宝贝爬木架的时候，芒仔也会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孩子身后，还因为视线都在芒小五身上，导致自己拐弯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可他抬头看到对方后，还是满脸宠溺。还记得这小子刚刚出外场的时候，芒仔经常叼着儿子巡演，还给隔壁的兰香嫂子炫耀自己的孩子。因为对于他来说，芒小五永远是骄傲。要知道宝贝都快1岁了，还和小时候一样是个粉粉嫩嫩的小熊，这可是芒仔的功劳。打从儿子刚落地就抱着亲亲，熊猫的唾液能不把小家伙染成粉红色吗？没想到熊猫间的母子情这么感动，真希望芒仔能一直陪伴守护着小五长大。看到奶妈被飞云迷得神魂颠倒，才发现熊猫圈的顶级美女有多治愈人心。小羊的小眼神，哎呦，太可爱了！假孕期间的飞云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样，竟然比平时还讨人喜欢，难怪奶妈都忍不住夹着嗓子夸孩子。这嗓音让金虎听到都得寻思，怎么我的彪悍奶妈是另一副面孔？当飞云用脚丫挠脸时，被闺女美貌迷惑的奶妈也要踩红皮，变着法夸宝贝的大长腿。看飞云脚能摸脸，哎呦，飞云你写厉害了。毕竟原本就有一身缎面熊皮大衣，还圆滚滚的富态美女。有了仓鼠脸微笑唇的加持后，这魅力绝对是熊猫圈独一份。可美貌早就是它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情绪稳定的飞云才令姨们沉醉。当宝贝炫大竹笋的时候，掉在身上一块碎渣，换做其他小熊猫绝对懒得动。可节约粮食的它非要找掉在手臂上的熊子，即便尝试好久也没有成功。这小妞还是坚持不懈、不急不慢的行动。难怪飞云是两脚兽眼中的乖宝宝。这天奶妈拿来窝窝头顶在孩子们的头上，大胡子是一副龇牙咧嘴的熊样，看起来很不耐烦，但飞云乖乖顶窝窝头的样子却令人心软软。然而一向听话懂事的飞云，没听到奶妈的命令也不肯拿下来，直到对方发话后才自己动手。奶妈为训练宝贝闺女的取食能力，将胡萝卜放进漏食器内。原以为有着一拳敲开门锁战绩的飞云会使用暴力得到心心念念的胡萝卜，结果这小妞的情绪异常稳定。飞云独自一熊在小角落安安静静摆弄，不到4分钟就成功取出食物。相比那位打不开漏食器就将葫芦一劈为2的熊猫，飞云真的是温柔到极致。当宝贝听到奶妈喊自己的名字时，他一开始没看到对方，还着急忙慌的寻找，这手足无措的样子真的很呆萌。只能说飞云事事有回应，刻在了骨子里。都说飞云总喜欢欺负金虎，可宝贝真的是被冤枉了好几年。大美云看似是力大无穷的金刚芭比，可她对小伙伴却很贴心。从宝贝小时候照顾妙音妹妹就不难看出，明明自己干饭时也累得往地上一躺，但她看到妙音懒得动，就心甘情愿充当对方的靠垫。即便是毛绒玩具也被飞云细心呵护，小飞象经常被他搂在怀里，宝贝小心翼翼地抱着玩具，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妞照顾自己的小孩呢。这下更加肯定飞云当年胖揍金虎是那小子找事了。毕竟飞云可是姨们眼中最完美的熊猫，看到外公不顾危险抢走于可手里的竹筒，才明白被温柔以待的不只是福宝。外公担心坚硬的竹筒伤害到可可，明知对方有领地意识，也会摸摸外孙的鼻子，趁机拿走危险的竹筒。都说福宝被韩国的2位爷爷宠成全世界最幸福的小熊，可虫洞的于可于爱更是他们外公的心头爱。他总是事无巨细照顾2个小家伙。当外公拿着胡萝卜喂食时，于可直起身来一口咬住，却烤不到石凳子。细心的外公立马飞过去扶乖孙孙。每当可可爱爱坐在秋千上吃竹笋时，外公就跑到身后帮忙推秋千，临走也要摸一下爱姐的大脑瓜。难怪都说两小只被他宠成无忧无虑的小孩。要知道调皮的兄妹俩经常打打闹闹，不占上风的爱姐还一不小心从木架掉下来。外公看到后第一时间安慰，还宠溺地摸摸小宝贝的脑瓜查看情况。即便爱姐都已经快成年了，外公还是喜欢抱着100多斤的大胖孙女。难怪身为虫洞2馆长的于爱只对他百依百顺，不仅乖乖躺在外公的怀里，还愿意将自己最喜欢的竹笋让给对方。没想到一向霸气的小爱也会疼人，
然而外公还要照顾隔壁的芒小五一家，他对母子俩的爱意也是同样的。芒小五才刚出外场的时候，外公就是他的守护神，他会满脸慈爱温柔地抚摸着芒小五，也会亲手抱着外孙玩飞机玩具。只能说宝贝喜欢大灰机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外公在院子里给芒小五安装玩具时，这小子却一心只想抱外公的大腿。谁能想到他小小年纪竟然比于可遇爱还要粘人。如今的小吴眼中只有他的外公，只要见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就立马飞奔过去，还一个劲扒拉着外公求抱抱。眼见对方无动于衷后，这小子还要躺地上撒娇。实际上外公之所以对于可遇爱和小吴好，还有一层有爱屋及乌的原因。要知道莽小五的妈妈被他一手带大，外公了见证莽仔从少女成为熊猫妈妈的历程。当年父女俩对视的一张照片，何尝不是如今的他和小外孙的缩影呢？正因为从小养到大的感情，才让12多岁的莽仔和外公互相信任，直到现在都可以让对方净身收猫。还有二顺也是外公的亲闺女，他深知对方独自一雄居住倍感无聊，便经常去外场探望。虽然语言不通，但父女俩沟通起来却没有任何压力。只能说虫洞的滚滚们真的很幸福，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外公和奶爸。看到巴斯因奶妈去世7天不吃不喝，才明白大熊猫远比想象中的重感情。功勋熊猫巴斯的一生传奇且励志，不仅曾登上春晚表演杂技，还一举成为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本应享受国人们追捧的大明星，却因为年龄日益增长而逐渐双眼失明。以前在舞台上光彩夺目的他，就连走路都得竖起来耳朵听声辨位。幸运的是，年迈的巴斯有一位疼爱他的饲养员。奶妈事无巨细照顾着他的孩子，平日里还经常用木棍敲击吸引对方注意力。他深知宝贝因牙齿老化不能吃太硬的竹子，便坚持将食物捣碎一口一口喂给对方。要知道此时的巴斯食量很大，每次吃饭都要3个小时起步，可疼爱他的奶妈却不嫌累，一喂就是半天。奶妈长年累月的用心照顾，让感受到爱意的巴斯变得很乖巧。每当对方拿着一盆饭喂他时，懂事的巴斯都会主动抱着盆帮奶妈分担压力。都知道大熊猫成年后有领地意识，可35岁高龄的巴斯却没有任何的驱赶行为，他永远都是奶妈身边的乖宝宝。即便对方拿毛巾擦脸，宝贝也丝毫不在乎，甚至还主动凑近。一人一熊能彼此信任到这个地步，巴斯和他的奶妈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吧。只可惜巴斯的病情愈发严重，奶妈为更好照顾对方，索性搬到宝贝隔壁的值班室居住。他不仅照顾着巴斯的生活起居，白天也要配合兽医给对方检查身体。即便如此，奶妈还是不放心，半夜要多次去内舍查看孩子的状况。是奶妈真的耗尽所有的心力照顾巴斯，正因如此，他才忽略了自己。不到44岁就撒手人寰，带着这份挂念离开了自己守护半生的宝贝。同样，巴斯也在思念着自己的奶妈。宝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苦苦等着。未见到心心念念的奶妈，甚至开始绝食。巴斯本想用这个方法逼迫对方出现，毕竟奶妈舍不得自己饿肚子。可连续7天7夜不吃不喝，却怎么也换不来以前那个熟悉的身影。工作人员只好穿上师奶妈的衣服，学着师奶妈的声音哄巴斯。宝贝这才放下执念，主动吃饭。但好景不长，巴斯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是在第2年去世。或许他在追随奶妈在另一个地方团聚。熊猫不会说话，但他们什么都懂。懂事的巴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这句话。